家好，我是 Sylvia。我们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来自神的祝福，人生的下一站风景。画面上呢有3个选项，我们可以依照第一直觉来做选择。如果难以选择的话，可以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睛选择你有感觉的选项就可以咯。如果你同时对2组选项都有感觉的话，那也可以2个选项都听听看哦，说不定都有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哦。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解牌环节咯。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1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天象的反牌、火星，还有病。天象就是宰相的意思，有居中协调的作用。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应该是很会瞧事情。那既然很会瞧，也就代表人际关系不错，所以天象呢也很会做人哦，对朋友很好，有点李长博的个性哦，为人热心、圆融，处事周全，而且身段和思考很灵活，重视精神享受，喜欢追求财富与心灵的满足，容易以人际关系或法律相关的行业来赚钱。天象呢化气为印，印就是印章哦，所以为人呢也相当谨慎、踏实，重视秩序、规矩的维护与重视。因此呢，天象也和法律的问题有相关。不过这边是反牌哦，所以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环境善则善，环境恶则恶，有双重个性哦。最近呢，做事缺乏条理，思绪比较混乱，所以脾气会比较火爆、急躁一点，容易有官司方面的问题。长生牌卡并出现在这里，代表最近运势处于相对低落的时期，而且问题不断的跑出来，让你遭受了一些损失，整个人好像被消耗殆尽了，内心呢觉得有点无力回天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圣杯国王的逆位、宝剑7逆位、圣杯3逆位、金币1的逆位。最近的你可能容易自我欺骗哦，也比较关注于自身利益的问题，也容易因为一时的挫折，精神压力过大，有时你会无法诚实的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情绪和想法，或是表面上看起来很乐观开朗，但是私底下却容易暗自伤神。可能是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在你很在意的事项上面，但是呢，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所以你有点丧失了斗志。甚至有时候呢，你可能会有很负面的想法哦，会觉得这件事情呢，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根本就不应该开始，只是浪费时间。最近也要注意健康方面的问题哦，可能身体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困扰着你。小一点的呢，可能像腰酸背痛啊、鼻炎、皮肤过敏之类的哦。大一点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让你不胜其扰。但是去看了医生呢，好像又找不出什么病因，所以呢，一直忍着、拖着。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那如果你觉得这不是在讲我，那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哦，可以跳出去选择其他的组别就可以咯。选择第1组的朋友，在人生的下一站风景，将在7个月后迎来新的人际关系为你带来的丰盛，还能结束自己内在冲突对自己的自我批判。塔罗牌抽到了权杖5逆位、恶魔的逆位、力量的逆位、宝剑10逆位，还有鸟、狗、花束、花园和骑士。在人生的下一站，你自我的内在冲突和身边争执的能量会迎来一个结束。如果有诉讼纠纷的话，能够通过协商和和解来达成协议或调解的机会哦。建议可以寻找法律专家来调解，有机会呢能放下这些斗争和冲突，才能迎来和解的机会哦。
对自己的内在冲突呢，你也更能够释怀，你会放下以往执着的一切，让自己蜕变重生，会试图让自己的生活回到以往有秩序和规律的轨道上，你会重建起自己的信心会想要战胜恐惧。不过这边呢，会建议你可以降低一点标准因为目前呢还是需要忍耐的时期，因为黎明前分外黑暗，只要你能够坚持过这段黑暗的时期，就能迎来曙光的因为你将迎来重大转变的机会，改变的时刻呢即将来临，因为最痛苦的状况已经过去了，你应该学会如何让自己康复，而不是让自己陷在过去的失败中自怨自艾，因为通常批判你的是你自己的大脑和思绪。未来的你呢，将有机会透过协商谈判能得到帮助，那你在意的事情呢，会有正向的答案和开心的结果会有意想不到的贵人来帮助你。那你想做的计划也能如预期般进行，在过去你的困境、担忧和压力的事情会解除，美好惊喜的礼物即将出现，你会感到满足和快乐。你能重新的透过你的人脉和好人缘来获得帮助建议你要多多的参与社交聚会，因为呢，你将有可能会透过结交新朋友来激荡出新的火花，迎来正向的改变，也会有新的人进入你的生命中，为你带来新的消息和新的愿景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首先是通往爱恋的大门的反牌，还有通往灵性的大门。通往爱恋的大门的反牌的出现呢，是要我们记得将自己还有自己的幸福快乐放在最先的考量，并且呢，多鼓励自己，也要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有价值，值得接受自己以及他人的爱。你应该放下过去那个自我否定的能量，选择以不同的态度以及改变自己的核心意识，这样呢，你才会吸引更多不一样的事物来到你身边通往灵性的大门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你的未来将能通往宽阔的能量场。宇宙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光才开始，这些光的能量呢，会引导你了解你真正的价值与力量的泉源，你也能打开你拥有的潜力，并且呢，你也能在灵性和艺术层面的力量慢慢的显现出来你也能发现自己的直觉力能更加准确，在心灵层面呢，能迎来更放松，你将能与自己的灵性智慧与力量连结，你能感受来自宇宙的魔力与力量再来独角兽神谕卡抽到了冒险和领导，宇宙要你勇于去冒险这个冒险呢，可能是一段旅行，或是能搬到另一个地点或房子，或是呢迎来人生真正的冒险旅程。因为不去冒险，你永远不会知道在前方等着你的会是什么样的答案。现在是时候成为自己的领导者了。你来到这里呢，就是为了你的信仰而奋斗。还有一些人呢，是需要听从你的讯息，接受你的带领。宇宙让你不要害怕脱颖而出你必须站起来，而且呢，让别人看到你，听到你，闪耀你的光芒。那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我觉得跟灵性世界的连结是很深的你有可能就是为了疗愈自己和疗愈别人而来的你们是光明的领袖，来到这里呢，是为了伟大的梦想。现在是你们被人看到的时候咯，所以呢，不要让自我的不安全感驾驭你改变世界的热情再来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靛蓝色小孩与水晶小孩。这组牌的朋友呢，和小孩有密切的连结特别是与那些敏感的小孩。有可能呢，你是在特教班任职，
或是在幼儿园担任照顾小孩的角色，或者是呢，你的生活中常常接触到小孩子，这有可能是你自然的天赋与兴趣，你能帮助这些特别的小孩，通过教育和了解他们，引领他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再来，这张牌是你是安全的。天使说呢，他会保护你，远离较低的能量，并且守护着你。天使要你放下担心哦，因为他正用充满力量的爱之光围绕着你哦，并且驱逐负面和较低的能量。你将能吸引你所专注的一切，让你的心免于恐惧。你只需要知道，你一直都是安全的。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完成你的生命任务哦。我们来看一下你内心的情感潜在原型是什么样的人呢？这边抽到的是霸凌者和王子。这里所指的霸凌者不代表你真正的在生活中对别人的欺负或凌虐哦。有可能呢，你容易用极端的评价去看待自己和他人。通常刺死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批判自己的大脑。通常呢，是自己的内疚与愤怒击溃了自己的心智。你也有可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去绑架别人哦，去要求别人呢必须要跟自己一样。那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你的应该不一定是别人的应该，但我们很容易呢将自己的应该套在他人的身上。当自己或他人没有符合这些应该时，就容易延伸出对自己的自责和不满，甚至是挫折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当自己没有做到父母所谓的应该时，我们常常呢被责备，甚至是惩罚。那为了不被惩罚呢，我们会选择遵守这些应该。在社会化的行为中，身处在高位的人也常常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权力来欺压比自己弱小的人。那其实呢，我们要摆脱这些固有观念的束缚，必须学习探索价值观从何而来，并且检视这些价值观呢是否适用现在的自己哦，将适宜的自己留下，将不适宜的再来慢慢的调整。这个价值观呢，没有对错，也不是唯一的真理，而且呢，并非是拿来评判自己和他人的工具哦。在自己或他人没有符合期待时呢，给予包容和尊重，并且在规定下保持弹性，让人感觉被接纳，也能减少情绪带来的冲击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身边有哪位女神正在眷顾着你呢？女神卡抽到了代表冥界女神和繁荣女神的 Aircure， 它所代表的是 booming 蓬勃发展。那 Aircure 呢是一位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神话中的女神哦，她通常呢被视为与大地、繁荣和转变有相关。作为大地的女神呢，她与自然的丰饶和生命的循环有关联哦。她也被认为是冥界的守护者之一，能协助灵魂的过渡和重生。那在一些现代的精神信仰中呢 ，Aircure 呢被视为帮助人们实现个人成长和转变的女神哦，可以鼓励人们发掘自身的潜力。并且呢，像花朵一样绽放出内在的美丽，跟我们封面的指示图风铃花有相呼应哦。它的形象呢，通常与花朵还有丰收和自然的景观联系在一起，那也象征着生命的繁荣和持续的更新。那 Aircure 女神呢，要给你的讯息是，在未来的你将能迎来大放异彩的时刻，你也能展现自我的价值。你那美丽的灵魂呢，正在被认可，准备好绽放吧！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即将来临。如果你才刚起步，你需要对自己与事情的发展要有耐心哦，而且不要轻易的放弃。Aircure 呢，所要给予你的祝福是帮助你调整步伐，并且带你走向繁荣与丰盛哦。
再来是黄大仙灵签，抽到了第45签的王直玉仙，这是一支中品签。这支签的意思是说，王直呢，他是一位平凡的樵夫。有一天他上山砍柴，无意中不小心走进仙山，看见2位老人家在下棋，棋逢对手，棋盘变化万千，非常的有趣。那王直呢，看得入神，忘记了一切。7日7夜呢，很快就过去了。王直呢，才发现自己带来的斧头竟然烂了，才猛然的醒悟，要赶快取柴回家。当他回家时呢，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询问之下呢，才知道他离家已经1000年了。这就是山中方7日，世上已千年的故事。这是一句感叹世事变化无常，人生苦短的话。不过呢，会有这些感慨的人，一定是有点年纪，又或者是拥有很多生活历练的人呢。一般的年轻人呢，因为经验不足，对人生的体悟不深，所以也不会有这些想法。这是一支中平签，表示平平无奇。但是就签文来看，能够遇到神仙，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怎会是无奇呢？又怎会是平常事呢？所以这支签是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哦。很多表面无奇的事呢，往往奇在其中，也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所以只要你用心的观察，细心的把握，就可以发现其中。就像呢，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呢，注意到水位上升，这让他想到物体在水中排开的水量与物体的体积有关，而发现了浮力定律。那贝尔呢，受到声音传递的启发，通过研究声音的电传输，最终发明了电话，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方式。那从这些发现到发明，就蕴含了很多这些道理哦。那古人也说呢，处处留心皆学问。所以如果能养成观察的习惯，用心思考，就有可能会化平凡为惊叹哦。是福是祸，往往只在一念之间。那最近的运势虽然平稳，但是在平稳中呢，还是有机会的到来。如果不好好的把握，会浪费机会的哦。在事业方面的话呢，有再好的计划，也必须是要动起来了。如果不去实行呢，也等于是零。财富运势呢，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否则呢，入了宝山也是空手而归。家庭运和爱情运不错，两人能在平淡中发现真挚的感情。有想要搬家的话，搬或不搬，自己心中已有定数。搬或不搬都可以哦，只求心能安定。在健康运方面呢，可以多去户外活动活动哦，可以长命百岁。最近也容易会结交一些有学问、修养的朋友，记得要多多的参与聚会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廉贞天相的反牌、空劫还有胎。选择这组的朋友呢，热情、风趣、反应快，思想新颖，是非分明，思虑周全，做事谨慎踏实，积极进取，沟通能力强，但是呢，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哦。环境好就好，有两面派的性质哦，逢善则善，逢恶则恶，有双重人格哦。为人呢，斯文有礼，很有艺术气质。不过呢，审美观和人有点不同哦，会让人感觉是比较前卫一点的风格。对好朋友呢，也是容易付出，自己好的话，也希望身边的人也好，也幸福。你们的个性哦，也有矛盾哦，热情外放，会渴望被看见，但是呢，同时也会背着克制的欲望，自我收敛的枷锁。有种我想要，我又不想要，我需要稳定，但其实呢，我没那么稳定的矛盾心情，让人感觉你的性格落差很大哦。有一种呢，我明明不甘平淡，却被局限的感觉。不过这里是反牌哦，
最近呢可能会有决策失当的状况，或是容易有些人际关系上的纷争。最近呢也比较容易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可能别人会觉得你有点自私哦。不过呢，长生牌卡胎的出现，也代表你最近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可能是一段新的感情，或是换了新的工作、新的环境。因为呢是刚萌芽的阶段哦，所以也有柔弱和不稳定的感觉。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宝剑皇后的逆位、圣杯2的逆位、战车的正位，还有宝剑侍者的逆位。就像刚刚说的，最近比较容易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或是呢对事情的看法容易带有偏见的预设立场。身边的环境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内部斗争的状况，或是呢身边出现了其他的挑战者来跟你竞争同一个项目哦。目前呢你会感觉外面的流言蜚语很多，所以呢这个情势你觉得有点难以控制哦。身边可能会有人爱讲闲话和八卦，有时呢也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而容易和身边的人会出现有争执的状况。不过这些呢你可能也都不想去管，因为呢你现在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现在正是你要与自己战斗的时候。你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眼前的目标，你能透过积极的行动和坚定的意志来达成你要的成果。那好的，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如果你觉得这不是在讲我，那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哦，可以跳出去选择其他的组别就可以咯。选择第2组的朋友，在人生的下一站风景，将在11个月后迎来灵性的成长和觉醒，还有个人成就发展上的成功所得到的好名声。塔罗牌抽到了权杖8的逆位、圣杯国王的逆位、圣杯9的逆位、金币7的逆位，还有男人、棺材、鞭子、树跟月亮。在未来的你有可能突然转变你的想法或目标，可能是最近的人际关系让你觉得有点糟心哦，所以你会改变自己的方向，不会再执着一定要完成目前所设定的目标。你也能察觉自己的瑕疵哦，和发现自己的错误，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改变。未来的你面对人际关系也能更八面玲珑，也会呢更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会更知道如何爱自己。有时候的你呢可能会有点太爱抱怨哦，建议你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因为这种能量呢会容易让即将到来的好运溜走。在未来的你呢也能断开不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你将会发现哦，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留在自己身边，而你也能选择离开这些不适合你的能量。在断开这些能量之后呢，你将能迎来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也能化解你自身的内在冲突，你将能感到呢更踏实而且开心的氛围，也更能注意你的身体和灵性的健康，能找寻到内在的平静哦，与高我合一，迎来灵性的成长与觉醒。这组牌的朋友呢，很可能本来就是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哦，也就是高敏人的族群。那你的直觉呢，非常的敏锐，也能显化你所想要的丰盛来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所以呢，你要做的应该是观想你的成功，而不是一直被身边的负能量干扰着。这会让该进来你生命之中的丰盛之流被阻断。所以你应该要多多练习观想和静心，才不会让身边的负能量对你造成太多的伤害。在未来的你呢，将能迎来好的名声哦。这来自于你在工作职场上的成功，或是呢个人成就事业上的达成。那事情呢将会迎来乐观的结果和正向的发展。
虽然这个过程呢有可能起起伏伏哦，但是呢，最终你将能得到旁人的认可和嘉奖。如果你是一位公众人物的话，在未来呢，也能透过媒体的力量，让自己成为更有名，或能够有大放异彩的机会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这边抽到了胜利。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你在未来能实现你梦想中的成功和成就。那这有可能呢是外在的成就和事业上的成功，也可能呢是你一直付出的努力得到的回馈。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哦，你都能在将来赢得成就，也能在未来的各个方面都很美满和成功。再来是社群的反牌。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你可能正在经历转变环境带来的不适感。你可能呢是断开了过去的人际关系哦，进入了一个新的社群团体，有着跟以往不同的氛围。每个人呢也有不同的个性，这些呢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哦。有时呢你可能会有孤独或失落的感觉，但是这些呢都只是过渡期哦。现在也是个时机，让你能发掘新的团体。这些新的人呢，能为你带来新的能量、新的知识，还有新的体验哦。你只要敞开你的心，因为呢，你不会让自己继续孤独下去。试着和新的能量重新连结吧，你将会有新的感悟，才能迎来新的人生篇章哦。再来是独角兽神谕卡，抽到了跳舞和过去的生活。这组的朋友呢，很大的几率是个老灵魂哦。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你是一个高明人，你可能呢承担了太多来自前世的记忆，宇宙要你释放你前世的业力哦。你的灵魂呢，可能经历了很多次的重生。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之中呢，获得了很多深刻的体验和知识。当然呢，你也可能将前世的恐惧带来今生。那宇宙要你花点时间呢，去静坐或冥想，你将能随着静心来得到你需要的答案，或能得到治愈，并且呢，帮助你找到你的隐藏天赋。你前世所拥有的财富呢，也能上升，成为帮助你的力量。能够帮你创造更丰盛的生活，并且呢，迎来你所渴望的快乐和自由。当然呢，你也可以随着音乐去摆动你的身体哦，或与生活的节奏共舞。因为跳舞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任何可能阻碍我们的能量，并且呢，可以帮助我们加快欲望的传递。运动和音乐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脉轮，释放我们的能量哦。并且能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这些呢都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可以让我们从怀疑、担心和恐惧改变到乐观、兴奋和感激。随着每天的练习，你很快呢就会享受到身体和精力带来的好处哦。再来是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月亮周期。月亮呢，常被古今中外不少的文化认定是造成一些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那除了灾害呢，人们也相信月亮会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哦。而根据研究指出，月亮呢确实会影响人的行为哦。不过呢，我们不必担心哦，因为月亮呢不会让你变成可怕的狼人哦，而是呢会影响你的睡眠。根据研究呢，人的睡眠模式确实是会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哦。尤其呢，在满月前3到5天是睡眠被影响最深的。这组的朋友呢，跟月亮有很深的连结哦。有可能呢，你是水象星座的朋友，而且呢，你的能量也很容易受到月亮的影响，也就是呢，我们一直提到的高明人。如果呢，你能善用这些阴晴圆缺的周期，将能为你带来实现愿望和意念的魔法。再来呢，是走出户外。
这组牌的朋友呢，你是否缺少运动呢？常常久坐不动。刚刚的跳舞呢，跟现在的这张牌都是要你快点动起来了。你应该呢要好好的找个时间哦，赶快出去走走，放松了。因为呢，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与大自然连结呢，能释放你的压力，也能让你的生活获得全新的创意和精神，也可以活化你的能量层次。那可能你在当下是没有感觉的哦，但是呢，出去走走，去接触大自然，能安定你的思绪，让我们能释放负面能量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这些负能量呢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呢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还是来自他人情绪的影响。你可能呢会感到莫名的疲惫哦，头晕，甚至是身体不适。这些呢都是负能量对我们造成的共振效应哦。而大自然呢拥有无限的能量和疗愈的力量哦。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树木、花草和大地的能量。那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的接地，也能够帮助我们释放负能量，重新获得正能量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思想的潜在原型是什么样的人呢？这边抽到的是处女和书记。这组牌的朋友呢，容易呢做事都会有点完美主义哦，也很怕别人来打乱你的生活秩序和常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哦，做事呢容易有一点一板一眼，对于知识的探求欲也很强，对自己有点过于严苛了哦。所以呢，给自己造成的精神压力也很大，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神经质哦。其实呢，这样的状态会让你更容易情绪化，而且呢更容易有焦虑、担心、恐惧、愤怒、挫折、内疚、沮丧、孤独、羡慕、嫉妒等等的感觉，也容易呢因为这样而自律神经失调。那这些高度敏感的感受呢，会扰乱我们的生活。如果呢，你有以上这些症状哦，建议你可以透过规律的运动，或是呢，透过深呼吸和冥想来释放这些压力，都能有助于你的自律神经呢，能达到平衡的状态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身边有哪位女神正在眷顾着你呢？女神卡抽到了战争与智慧女神的雅典娜。雅典娜呢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与战争女神哦，象征着智慧和战略的突然出现。她有着聪明才智、勇敢和公正的角色。除了战争和智慧，雅典娜呢也是公益、艺术和法律的保护神。她以公正和理性的特质而受到尊敬哦。雅典娜的形象呢，代表着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哦，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你的守护女神雅典娜要你在行动前好好的进行你的战略思考，并且利用你从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来确定通往最积极结果的那条道路。如果你最近有着法律的诉讼纠纷，只要你是站在正义的那一方，你要相信雅典娜会为你带来更公平、更正义的结果哦。再来是黄大仙灵签，抽到了第16签的黄书玉水镜，这是一支终极签。刘皇叔呢，也就是刘备啦，偶遇了水镜先生，也就是司马徽。当时呢，正值夕阳西下，天边的群鸦纷纷回巢。在山岗外传来了阵阵的笛子声，原来呢是牧童骑着小牛悠哉悠哉的回家了。牧笛的曲调呢忽长忽短，忽高忽低，很自由，很协和，也充满了快乐。得到这支签的人呢，有快乐无求之意，也有大器晚成之象哦。所以呢，你只要凡事尽心尽力而为，得失无愧于心，那么凡事呢则能平稳无碍，不用忧心。正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明天会更好。这支签是说呢，刘备当年呢被曹操追杀，南下逃亡，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呢有关云长、张飞两位结拜兄弟的同心合力稳住阵脚，但呢终究不是办法。他非常需要更多的援助哦，所以这时候的他呢心态是彷徨不安的哦。当刘备呢遇到水镜先生，可说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得到了一线希望。所以呢，最近的运势算是平稳，但是呢，还是有高潮低潮，运势呢是往好运的方向前进的哦。在事业方面呢，并非困难重重，虽然呢现在无太大的成就，但是如果能不断的努力，在年底就会有收获哦。财运呢，则是一般般啦。目前的你呢，应该节俭多储蓄。感情的话呢，有对象的朋友对另一半哦，不要太挑剔啰嗦哦，以免呢容易吵架。如果是想要搬家呢，运势平平，最近不适合搬，可以在年底的时候呢再考虑考虑。健康运则没什么绝对的大问题。交友运方面呢，不要想着巴结权势富贵之人哦，应该在同辈当中呢，能够找寻到知己，对自己的帮助会更大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二组牌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巨门的反牌、擎羊的反牌，还有羊。选择这组的朋友呢，有自信而且口才佳，个性耿直、敦厚、善良、能言善道，喜欢吸收知识来充实自己，环境的适应能力强，适合靠嘴吃饭的行业哦，像律师啊、老师、算命师，或者呢是可能会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来生财之类的哦。巨门呢化气为暗，所以内心容易缺乏安全感，凡事呢都会做足准备，所以他们博学也博爱，希望自己的价值能被认同。那也因为不安、猜疑或防备心会比较重，所以呢善于思考、观察，还有推理分析的能力也很强哦。巨门呢主口舌是非，其实呢也是因为不安而延伸的特质。基本上呢，这类的人哦，有利他的善良，会为人着想哦，常常会想着如何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比较关心社会议题哦，也想要别人来认同自己，而会想要说服别人，所以呢，有时候会给人有点喜欢长篇大论的感觉，但是呢，生性孤独，也渴望被关怀，非常重视精神方面的享受。也跟宗教很有缘分。不过这边是反牌哦，最近有点喜欢搞自闭哦，有点孤僻，思考呢也比较负面。最近的运势有点小灾难不断，或是呢有些口舌纷争和法律的纠纷。其实哦，你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常常会因为不被外人理解而招惹一些是非。不过最近的你呢，内心可能有一些计划，逐渐在成型之中。最近呢，可能会想去上课和学习吸收新的知识，以待日后呢，可以实现自己在心中的计划和目标。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的是权杖8的正位、金币3的逆位、节制的正位，还有圣杯7的逆位。最近的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合作机会，或是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这些呢都能为你的生命带来进化的可能哦。但是呢，有可能因为发展太快速，而让你感到有点混乱哦，有点无所适从，或是身边容易会有心胸狭小或做事散漫的同事或朋友。如果有合作关系的话呢，彼此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差异，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合作体制。你可能会觉得呢，只是短暂的合作，双方都没有再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做长远的打算。或是呢，你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职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都还在适应中哦。
所以呢，现在的时间点对你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哦，因为现在正是需要沟通的时候。目前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调整，也有很多需要整合和重组的部分。也有可能呢你会太在乎别人的意见，或因为太老实而容易被别人支配。这些都会让你很容易觉得有点苦恼哦。虽然呢，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但是呢，有时呢，容易缺乏想法与灵感，所以有时候不知道该先从何下手。不过呢，现在呢，也是你该重新学习和评估的时候了。你需要好好的思考哦，如何接地一点，才不会空有理想，但是执行起来呢，却不是那么的顺畅。那其实呢，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幻想值过于太高所导致的哦。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不是在讲我，那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哦，可以跳出去选择其他的组别就可以咯。选择第3组的朋友，在人生的下一站风景，将在12个月后能迎来感情的丰盛和个人事业成就发展带来的成功。塔罗牌抽到了圣杯国王的逆位、金币侍者的正位、魔术师的正位、权杖骑士的逆位，还有十字路口、男人、钥匙、船跟女人。在未来的你呢，会比较专注在自身的事物上，会开始学会如何的爱自己。那在待人处事方面呢，也会比较八面玲珑，也学会比较踏实的面对自己的目标，也能朝着自己想的道路前进哦，也会想要去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那这段时期呢，累积的事物呢，会成为你日后发展的强项哦。所以你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段时期，因为现在的奋斗会成为你未来的力量。未来的你呢，能站在通往你梦想的起跑线上，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哦。你能掌握你人生目标的主导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或是呢能展开一些计划很久的新事项，也能发挥你的才能，靠你累积已久的实力来获胜。不过也是要注意，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偶尔呢还是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但是呢这些都无法阻碍你的前进哦。你只要能保持冷静的思考，事情呢都是能被你好好的掌控在手中的哦。十字路口的出现呢，代表着你将迎来新的机会和新的道路。在你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呢，你将有额外的选项，或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替代方案。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思考这许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可能呢，你能有其他的副业或兼职，可以有1个以上的收入来源，也能为你的财务状况带来正向的转变。在未来，单身的朋友将能迎来你人生中重要的人物，他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两人呢将能打开幸福之门，让两人呢能有灵魂层面的连结哦。你可能呢会觉得2个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明明呢才刚认识1个月，但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认识了好几10年的那种感觉哦。双方呢也很有话聊，能开心的谈天说地，像朋友一样的自然相处。这有可能是一段海外的恋情，或是远距离的恋情哦。有伴侣的朋友呢，如果和对方有沟通不良的情况呢，双方也能化解误会，并且敞开彼此的心，能更加的了解对方。2个人呢可能会计划一趟海外的旅行，让感情能更升温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这边抽到的是执着和敌意的反牌。执着这张牌呢，代表你可能会被旧有的模式或是旧有的人所阻碍哦。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有想支配你的人在身边，
还有呢，让你深陷困境的，可能是一些身体的瘾头，或是情绪模式和过往的关系。有可能呢，你会对未来感到绝望哦。其实呢，这些都是源自于你自己的作茧自缚，有时候容易想太多，而且呢，容易有被害者的心态哦。你应该要有自觉哦，并且采取行动来摆脱这样的束缚，才能让你迈向更宽广、更自由以及更健康、幸福的人生哦。敌意的反牌呢，代表着敌对能量的尾声已经接近了。如果现在的你身边有人对你充满敌意，或是有人喜欢用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可能是言语上或情绪上的挑衅，或是想要支配你，都代表着这些事情将能迎来终结，代表你在未来能迎来更多和乐和和谐的状态。虽然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还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宇宙要告诉你哦，你面对的这种状况将在很快的未来得到解决哦。再来，独角兽神谕卡抽到了冒险和意识。冒险这张牌哦，真的很常出现哦。可能呢，这就是宇宙要提醒大多数的朋友的讯息。宇宙呢，要你勇于去冒险。这个冒险呢，可能是一段旅行，或者是能搬到另一个地点，或是新的房子，或是呢，你是迎来人生真正的冒险旅程，去勇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目标。因为不去冒险，你永远不会知道前方等着你的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如果呢，你只是作茧自缚，你将只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事情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展。宇宙呢，将引领你找回你活在当下的意识。只有你选择活在当下，并且保持清醒，你将能寻找到宇宙要给你的指引哦。也许你会担心、害怕或怀疑，宇宙要告诉你哦，不要想太多，你可以试着放慢脚步，让你能更好的自我掌控。任何的情况呢，都能完美的解决哦，因为在未来你即将迎来的任何挑战，宇宙都会引领你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再来是大天使神谕卡，抽到了滋养和敏感度。这里说的滋养呢，是要你滋养你的内在小孩。我们在成长时呢，多多少少内心都容易有一些缺憾哦。你应该要尊重你的感觉，那也不必害怕深层的情绪或由内心感受到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因为呢，天使将会帮助你，并且净化你的负能量。宇宙要告诉你哦，你的生活过度的压抑，你应该呢要花时间去玩耍，让自己快乐，像小孩一样哦，变得天真与无忧无虑。小孩在跟你玩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烦恼及忧愁的，当下的他呢，只有快乐和愉悦陪伴着他。所以天使要你用你的爱去关怀与滋养你的内在小孩，才能释放你的担忧和恐惧。这组牌的人呢，很大的几率是高敏人哦，因为呢，敏感度这张牌卡的意思是你有着高度敏感的智慧与力量。很多时候呢，旁边的人无法理解你哦，为何要有这些反应哦，可能会觉得你是个怪胎哦，对你的认知呢嗤之以鼻。你可能呢是可以感受到身边自然的循环周期，或者是呢能感受到旁人的情绪和节奏。那这些高度敏感的直觉呢，能让你了解到一些旁人无法看清的情况和真相哦。这些意象和直觉是很重要的哦，你不需要对这些感到抱歉，因为这是宇宙赐给你最神圣的天赋哦。我们来看一下你内心的潜在原型是什么样的人呢？这边抽到的是神奇小孩和受害者。这组牌的朋友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有很多虚幻的梦想。当然呢，有理想很好哦，但是可能会忽略了努力也很重要。要如何实际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哦。
不过呢，你确实也是能在面对逆境时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给人一种呢能越挫越勇的感觉，因为你相信凡事都有可能。这类型的朋友呢，只要能真正的去实行和计划，是能成就大事的哦。因为你的梦想够大，而你也能不怕面对困难，去勇于面对挑战。不过呢，要小心哦，如果遇到挫折的话，很容易呢就会出现被害者的心态哦，会急着找出是谁对不起我，或者都是别人做错了，会惯性的把错先怪到别人身上。其实呢，这是源自于我们内在那股害怕自己成为牺牲者的倾向。当我们遭遇到拒绝、不公正、不平等、偏见，或是责备你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还是呢觉得生活不公平时呢，我们很容易呢会让这个受害者的原型来接管。因为受害者呢可以让你感到安全哦，让你在表面上呢判断别人、指责别人，并且呢觉得自己没有错。这个受害者呢经常出现在人际关系中哦，这并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每个人都会直觉的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但是呢，他的光明面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哦。受害者的光明面呢，是属于胜利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考验我们的自觉力。这能帮助你对自己的反应负责哦，并且能引导我们去看见自己可以负起责任的盲点。在发生问题时呢，我们能先检讨自身的问题，再来检讨别人。我们也更能了解自己与权力、勇气、自我价值、个人界限、诚实、忍耐和自尊的关系。那这个光明面呢，可以教你掌握权力哦，而不会生气、讨厌，或者是呢对他人表现出我们恶毒的那一面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身边有哪位女神正在眷顾着你呢？女神卡抽到了奥舒恩，它所代表的是原谅。奥舒恩呢是西非约鲁巴宗教中的一位重要女神哦，她是爱、丰饶、水和美的象征，也是一位美丽而充满魅力的女性。她也被认为呢是爱情和浪漫的守护者，并且呢能够为人们带来繁荣和幸福。那它的影响力呢，不仅仅是限于爱情和人际关系哦，还包括了治愈和保护，并且呢，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和与和谐。如果呢，你曾经受到伤害，这个奥舒恩女神呢，将在此帮助你抚慰和滋养你的心灵，让我们能放下过去，并且呢，选择原谅。原谅呢，是我们给自己的礼物哦。不管是原谅自己还是原谅别人，慈爱女神奥舒恩呢，将引领你穿越痛苦，并且拥有对自己的爱。这些呢，将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迎来崭新的人生哦。再来是黄大仙灵签，抽到了第80签的乐广事宜。这是一支终极签哦，这是杯弓蛇影的故事。话说呢，乐广有一天请人吃饭，在客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哦，疑心病很重，居然怀疑呢这杯中的公饮是蛇。喝完酒后回家，一直感到闷闷不乐。这乐广知道后呢，请他再来家里，坐在原先的位置，让他弄清楚酒杯中的蛇，原来呢只是挂着的弓箭的影子。那事宜之后呢，这个人才感到安心哦。其实呢，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是多么难得的乐事，无端端的呢，却把杯中的公饮误作是蛇，让人感到很冤枉哦。如果呢，我们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就能够趋吉避凶，不要因为虚幻的事物哦，或莫须有的情绪而产生恐惧，这样呢，只是自己吓自己。这支签呢，也是告诉我们要常做善事哦，也比较不会对人产生愧疚之心。对鬼神呢，也能无所畏惧，遇到困难的事情呢，也能从容应对。那如果你之前运气极衰，代表你最近运气能回升哦，而且呢，运势能转好，凡事也能平稳无阻碍。
最近的运势呢，能先苦后甜。如果你能保持乐观的态度，好运是会提前来临哦。在事业方面，可以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去进行，千万别受他人左右你的想法。不过呢，财运不错，但要避免花了一些冤枉钱。花钱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哦。家庭感情方面呢，夫妻呢要坦诚相待，千万不要互相猜疑哦，这样会容易影响感情。如果你最近呢有想要搬家，应该要早点决定哦，因为呢，当你运气转好之后呢，就比较不适合再做变动咯。健康运的话，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最好呢赶快找个正式的医生帮你好好的检查一下。最近和朋友能相处的很融洽，而且呢，其中有个朋友能特别的给你帮助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